瑞宝和瑞宝辉宝打到最后，已经分不出谁和谁是一伙的了。江爷爷在通道门连连呼喊他们住手，怕他们给自己打坏了。起初，瑞宝和辉宝还是统一战线的，爱宝给辉宝揍得跟皮球一样。瑞宝看到后，立马跑过去帮妹妹。瑞宝在后面咬住妹妹的后背，一边喊着：“小爱你，把我妹妹放开！”爱宝听了瑞宝的话，给辉宝放开了。这时瑞宝还在替妹妹报仇呢，看得出瑞宝这是有多疼爱辉宝。但结果辉宝爬起身后，不分青红皂白的咬住了瑞宝的头，而爱宝也趁机咬住了瑞宝。这下彻底乱了。瑞宝本是过来主持公道的，这下整得成了自己是那个来对的。瑞宝生气了，不再打算帮辉宝了，而是决定跟妈妈一起揍辉宝，好好教育一下这不分是非的家伙。瑞宝给辉宝边走边揍，导致瑞宝都从坡上摔下去了。瑞宝眼瞅自己也算报仇了，起身起来让妈妈自己揍辉宝。瑞宝爬上了小亮台，防止俩人会误伤到自己。辉宝纯就是来捣乱的，不管是谁都要惹一下，最后惹得谁都想揍他。一会儿瑞宝眼瞅辉宝要上来，自己就下去了，而爱宝这里拉住了偷跑的辉宝，辉宝被卡在了树缝里。如果辉宝刚才不打瑞宝的话，瑞宝还能帮一下辉宝。现在瑞宝根本不想管这个白眼狼，就在旁边看着，顺便还给妈妈加油。最后爱宝直接给辉宝揍到小床下面不出来了。上次宋爷爷做的花束受到梁小芝的喜爱后，这次手工大师宋爷爷再次上线为梁小芝做了手工花环。宋爷爷忍不住向姨姨们展示自己做的花环，看来宋爷爷对自己的手工技术很是自信。在园区内扫视一圈后的宋爷爷最终发现自己的目标正趴在外出通道里，便过去找他们。这时听到动静的瑞宝率先跑了过来，不过吸引他的不是宋爷爷手中的花环，而是我们圣熙姨母手中的手机。看到瑞宝直冲手机跑来，我们的圣熙姨母惊呆了，没想到手机对瑞宝的诱惑力太大了。顾着找镜头的瑞宝全然不听旁边宋爷爷的呼叫，宋爷爷只好拿着胡萝卜去引起瑞宝的注意。趁着瑞宝转身之际，眼疾手快的宋爷爷直接把胡萝卜放到瑞宝嘴里，而吃到胡萝卜的瑞宝像是被封印住一样，瞬间安静下来。宋爷爷看到后，尝试把花环戴到瑞宝头上。看到戴上花环的瑞宝，宋爷爷忍不住摸了摸瑞宝的脸，因为实在是太可爱了。与此同时，宋爷爷还不忘招呼正在员工通道的光君。而此时的光君同志看到眼前的这一幕，好像在对瑞宝说：“姐姐，你先拖住他俩，我研究一下这个通道怎么出去。”还没等辉宝研究明白，宋爷爷便把他捉了回来。被捉回来的辉宝正生无可恋地躺在平台上，而身后的瑞宝看到爷爷正在给辉宝按摩，便悄悄过去找宋爷爷，表示自己也想要体验一下宋式按摩。不料被宋爷爷躲开了。只见瑞宝一头扎进了辉宝的怀里，想要给瑞宝戴花环的圣熙姨母被瑞宝的这一操作给逗笑了。不过瑞宝还是如愿体验到了宋式按摩。体验过后的瑞宝看到了姨母手中的花环，便乖巧地趴在滑梯上，等待着姨母给自己戴上。姨母见状，把手中的花环看到戴上花环的瑞宝，姨姨忍不住发出了耶不耶的声音，因为戴上花环后的瑞宝实在是太可爱了。不得不说，这次宋爷爷做的花环实在是太符合我们瑞宝的气质了。宋三岁去熊猫馆的路上路过竹林，看到几根新嫩的竹子，立马伸手给其剪断带走。一看这点数量，就是专门给瑞宝辉宝的。而此时的园区正处母慈子孝温馨的氛围，辉宝正在和爱宝在小亭子上玩耍，而瑞宝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下一秒，瑞宝辉宝齐刷刷回头看去，是宋三岁进来了。宋三岁现在是越来越疯了。宋三岁将刚才捡的竹子放在了小汽车上。宋三岁这一操作惊呆了连姨母，爱宝就在旁边啊，真不怕爱宝过来给自己来上一巴掌。而且宋三岁放下竹子后还没着急走，跑到瑞宝身边给了瑞宝一块胡萝卜，然后又回到小汽车旁，因为辉宝还没有。而爱宝也真是信任宋三岁，爱宝只是看了一眼宋三岁，然后又放心的抱着护栏继续睡去。宋三岁就这样在爱宝身后走来走去，就想跟辉宝玩，完全不在意爱宝在不在。辉宝在宋三岁小胡萝卜的不断引诱下来到了小汽车上，这也是宋三岁所想的，就是想让辉宝来小车上，然后好跟辉宝玩。宋三岁将竹子放在辉宝旁边，然后开始吸辉宝，揉着辉宝这软乎乎的小脑袋。吸了一会儿辉宝后，宋三岁又给瑞宝这里放了一些竹子。宋三岁从不做偏袒的事情，而爱宝此时就在小亭子上安心的睡着觉，而且还是背对着宋三岁，一点防备心都没有。爱宝对宋三岁的信任已经完全将其当成自己的亲人了，而辉宝就这样一边翘着二郎腿，一边惬意的吃着小胡萝卜，可爱感十足。辉宝今天有点过分了，
因为急切的想吃奶，给妈妈推倒在了半路。爱宝被姐妹俩堵得也很坦然，为了让自己舒服点，爱宝选择直接躺平。姐妹俩今天下班点到了，竹子不想吃，只想吃奶。姐妹俩围绕在妈妈身边，商量着怎么给妈妈堵住吃口奶。尤其是辉宝这里，紧跟在妈妈身后。一会儿，爱宝就地方便了一下，辉宝趁机钻到了妈妈身下。辉宝真是一点吃奶的机会也不想放过。爱宝方便完起身离开，姐妹俩就继续跟在妈妈屁股后面，直到给妈妈堵到了小木床前。一会儿，爱宝看到通道门打开，爱宝推开姐妹俩，头也不回地走回了家。而被妈妈推开的姐妹俩此时正凑在一起。爷爷们一边拍着手，一边呼喊着瑞宝、辉宝的名字。瑞宝先是被爷爷声音的影响吸引了注意力，不过瑞宝并不是为了回家，而是又爬上了小滑梯，小滑梯做起了标记。而辉宝这里就比较听话很多了，辉宝一路小跑，根本没考虑要停，跟妈妈一样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通道门口。而瑞宝这里又有了自己的想法，躺在小滑梯玩了起来。看来瑞宝又要让爷爷来园区抱了。那江爷爷和宋爷爷在电影中相互勉励的镜头，我才明白江爷爷和宋爷爷现在还在觉得自己对宝家所做的这些仍是远远不够，还在不断思考着怎么让瑞宝、辉宝更好。没人能解释爱是什么，但人们总能从他人的行为中感觉到爱。宝家成员虽多，但是游客们都感受到了饲养员们对每一个成员不同的爱，就像起初的爱宝对江爷爷的不接受和排斥，到最后的信任和接受。江爷爷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真诚待他。而乐宝虽然是个自来熟，跟谁在一起都是一种认识许多年的模样，但爷爷们也没有因为乐宝的不拘小节而忽视乐宝的感受。其他成员有的乐宝都有，乐宝有的其他成员都未必会有，就像乐宝的猫爬架。而福宝两个爷爷更是把自己前3年里所有的爱与时间都给了福宝，已经忘记了这本质只是一份工作，在别人眼里这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反而觉得照顾福宝跟福宝在一起才是正经事儿。在那3年里，仿佛告别了自己的生活。而喜欢福宝的粉丝们都说自己是看着福宝长大的，这也是因为从福宝出生到回国前，几乎每一个时间段，甚至每一天每1分钟都能在网上找到福宝那天时的样子。因为福宝这公开透明的饲养方式，所以才让喜欢福宝的人们感觉自己是看着福宝长大的。福宝在韩国的3年，也是这一群人的3年，而这些人那3年里，生活中处处充斥着福宝。福宝的可爱与活力也治愈了每个人3年，这也是为什么喜欢福宝的人这么多，甚至喜欢上福宝后就没有停止过。而2个爷爷对宝家的爱也一直没有减少过。福宝走后，他们还汇聚在一块儿，探讨自己怎么让宝家更加幸福和快乐。爷爷又在静悄悄地干大事儿，江爷爷趁夜黑风高，宝家都回家了，游客也走了，江爷爷搬出了自己刚入手的造血机器，打算在园区大干一场。江爷爷检查了一下造血机器，表示就这样将机器一直开着就可以了。4个小时后，江爷爷再次来到园区查看，此时大雪已经逐渐成型了。之后，江爷爷又将造血机器换了一个方向，看着这快要堆满园区的白雪，江爷爷已经开始期待明天瑞宝、辉宝看到这冰雪世界的样子了。而江爷爷今晚则是需要通宵守在园区了。一会儿，江爷爷来到宝家房间，此时是晚上11点。爱宝和瑞宝、辉宝都还没睡，最近宝家晚上都比较活跃，这也是为什么辉宝每天早上上班都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而造血机器一直开到了早上8点，这时的园区仿佛是刚刚下过一场暴雪。江爷爷开始挽救这些被雪压倒的竹子，有些起不来的，江爷爷便用工具将其裁断了，一会儿拿给爱宝和乐宝吃。江爷爷收拾完竹子，给造血机停了，然后来到了房间里，开始告诉辉宝和瑞宝这一好消息，表示瑞宝、辉宝今天又可以玩雪了。江爷爷为了不让瑞宝依赖室内园区，出门后就开始引导着瑞宝，带着瑞宝往室外跑，不给瑞宝一点留恋园区的机会。姐妹俩时隔2周再次看到雪，心情都异常的激动。江爷爷的雪比上一次的雪要更加细腻，姐妹俩躺在上面就不想起来了。而因为雪比较细腻，姐妹俩在上面打个滚，就像是在上面裹了一层糖。此时除了隔壁的乐宝以外，对这场雪都很是满意。而江爷爷最后也表示了会给乐宝也制作雪的，只是昨天的时间不够了。